5年以前，我有了第一块 SSD， 从此之后我就走上了无脑向别人推荐 SSD 的道路。到了今天，随着 SSD 的价格不断走低，一块 256G 的 SSD 几乎成为了所有电脑的标配。对于普通办公和日常娱乐来说，这样一块 SSD 是完全足够了。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，现在电脑用户的一个主要群体是游戏玩家，对于他们来说又怎么样呢？这是一个 Steam 的游戏文件夹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奥德赛，一个刺客信条奥德赛，一个 CSGO、GTA 5、怪物猎人世界、NBA、PUBG、只狼，就这么几个游戏就占了327GB 的存储空间，大大超出了一块256G SSD 的容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不得不在速度和容量之间做出一个选择，另外增加一块机械硬盘来作为游戏的存储。那么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到底它们的速度能差多少呢？我们下面做一个简单的跑分，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。我们打开我们的测速软件 Crystal Disk Mark， 我们先跑这个 HDD 啊。然后选择1G 文件，跑5次。我们的机械硬盘顺序读写达到了160MB 每秒和130MB 每秒，看上去还不错，对吧？这里我们使用的是技嘉 Gen4 PCIe 4.0 SSD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怎么样。F 盘，现在看到我们 SSD 的测速结果，差距应该很明显了吧？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要说了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好，但是我买不起。对于这样的小伙伴，我们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呢？ StoreMi 技术将2种存储器，也就是大容量的机械硬盘 HDD 和高速度的固态硬盘 SSD 融合为一块驱动器，主要优点就是超高性价比，无需专有硬件。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块256GB 的 SSD 和一个 HDD 的话，那么你将可以在AMD X399、400或500系列主板上免费使用这项功能。那么 StoreMi 到底如何使用？它的效果又如何呢？要使用 StoreMi， 首先我们来到 Google， 输入 StoreMi， 来到 AMD 的网站，然后选择下载，立即下载之后运行安装就可以了。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安装，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打开这个安装好的 StoreMi 软件。这里我们看到了2个按钮，第一个按钮只是用来融合一块 HDD 和一块 SSD。而第二个就比较厉害了，它可以再加2GB 的内存。我们选择第二个，达到最好的效果。然后它会问你是否有一个硬盘是有启动盘，我们这里选择否。下面我看到我们的硬盘列表，这里我们选择我们的 HDD WD 的蓝盘，标记为 Slow， 也就是慢盘。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 ADATA 的 SX6000， 是我们的 SSD， 我们标志为快盘。下面点击下一步。这里它可以让你选择你的 RAM cache， 我们这里选择2GB， 然后下一步检查一遍，下一步，然后它就开始融合我们的硬盘了，非常的快。完成之后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 Drive 4， 然后它是 Type 标志为 TDD， 是我们的 SSD 和 HDD 融合为的一块硬盘。然后我们确定。这个时候，在我们的电脑里就会有一个，怎么没有？这时候它会提示我们有一个新的磁盘，就是磁盘4，我们建立新的分区。然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块黑色的未分配磁盘，新建卷。然后下一步，然后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 G 盘。这块 G 盘就是我们融合了 SSD 和 HDD 的一块新硬盘。那么它的速度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同样打开 Crystal Disk Mark， 对它进行测速。现在我们的测速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读取速度达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，比刚才我们的第4代，比刚才我们的雕牌 Gen4 SSD 还要厉害。但是它的写入速度就不太行了，只有927。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的 ADATA 的 SSD 是一个并不是发烧级产品，所以这个速度也是很正常的。那么在实际应用中到底怎么样呢？这里的 F 盘是我们的 Aorus Gen4 SSD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把这个一个正版Win10的镜像，大小是5GB， 来拷入进去啊。非常的快，我都没有看清楚速度是多少就已经结束了。
那么我们的 StoreMI 之后的新硬盘呢？这里我们也新建一个文件夹。它的表现会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也是非常的快，开始的速度达到了2GB 以上，到了最后才跌到了2GB 每秒以下。所以说，我们觉得这个 StoreMI 之后的一个硬盘啊，和 Gen4 SSD 是可以拼一拼的。但是实际上，这时候我要提醒大家了，先别高兴太早，不要觉得有了 StoreMI 之后，我们就不需要再买这种高规格的 SSD 了。实际上 ，StoreMI 混合出来的硬盘，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速度，其实主要归功于内存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这里有个压缩包，这里面有 Win10镜像，拷贝了4份。然后这个压缩包有多大呢？19GB。那么如果一个文件特别大，超出了它内存所能够存储的一个范围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先看我们的 Gen4 SSD 啊，它速度非常的稳定。一直都保持在了一个 1.3GB 每秒以上的速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StoreMI 之后的硬盘会怎么样呢？可以看到啊，很明显，在开始的时候它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，可以和我们的 Gen4 SSD 相比。但是到了后面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普通的 SSD 速度，也就是800多 MB。这个原因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开始的高速写入主要归根于内存，当内存满了之后，它的速度就会回归到 SSD 的写入速度上。通过以上的测试和讲解，应该叫讲解吗？不要讲解。通过以上的测试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 StoreMI 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但是由于它是免费的，而且非常易于使用，我们还是非常肯定 AMD 为游戏玩家所做出的努力的。同时，我们非常的期待 AMD 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观看。